堪称世界上最丑陋的鱼，老广厨师如何让它华丽蜕变？虫体开花，竟变美食，带你领略大自然的神奇造化。长相奇特的史前生物，又是如何脱胎换骨，变成了老广餐桌上的贵族？老广的味道之食不可貌相。食不可貌相，如果颜值成为选择食物的首要标准，那将会有很多珍馐被遗憾地错过。不少其貌不扬的食物，但凡尝过之后，就会感叹：以貌取食，不可取也。老广厨师向来敢为人先，以双双巧手化群野为美馔，将丑食材变亮佳肴，其满满的内在美，倒让不经意得了惊喜的食客多了几分羞惭。2020年春节后，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餐饮业的经营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如何在严峻的环境中活下来，是摆在顺德大廚梁冠宏面前的一道坎。好在我哋今年嘅國家強大，能夠控制好啲疫情。我哋喺4月份開始就已經思考點樣去經營，吸引啲顧客嚟消費。呢件事真係令我最頭痛啦。進入4月份，各行各業開始了復工復產。土生土長的順德人梁冠宏，把在星級酒店當總廚的徒弟林衛敏叫了回來，想師徒聯手研究既實惠又地道的套餐。出啲嘢呢，做到係吸引啲客人呢。我覺得而家呢個市勢係要搞個100嘅套餐，100零蚊嘅。咁啊，我哋有生意個名咁肯定以魚為主嘅話，我譬如咧啲魚肉咧，我哋養個涼瓜，魚骨咧熬個湯，跟住做下個過橋嘅蚌仔。而家啲草莓又當季啦，係喎係喎，合適喎，我哋就按呢個方案去推出。順德廚師的手藝以精妙聞名，粗料精做是最大的特色。師徒倆挖空心思，看怎樣把平平無奇的食材搭配出誘人又實惠的套餐。啲魚骨咧一定用要滾油咧炸透佢，用嚟咧熬嗰個過橋湯底嘅。林衛民口中的過橋靈感源自於雲南的過橋米線，用魚骨熬成湯底是這個套餐的第一步。嗱，咁啊搞爛咗啲魚咧，炸入嗰隻我哋啲米酒啦。咁啊劈下嗰個腥味。喺呢個時候咧就要加入熱水，一定熱水，熱水咧要慢慢漲入去，咁啲湯咧先至可以有乳白色嘅。喺熬呢個魚湯過程當中咧，一定要前程咧開到最猛火。如果話啲蚌咧個厚度咧，我哋個湯適宜咧應該係80-90度，燙落去咧個熟度咧又應該比較好啲嘅。80度的魚湯，既不會使蚌肉的鮮度因高溫而流失，又能帶來爽脆的口感。用過橋的方式把蚌肉煨熟，搭配順德傳統隔夜釀苦瓜、改良的草莓咕嚕肉，128元的雙人套餐已經推出，馬上吸引了不少街坊。鮑魚拼鵝掌22蚊一位。因為我覺得依家嘅餐飲行業咁低微，所以我就要諗啲粗料精做、料冧平價嘅食材。平時係喺酒店先有咁嘅消費，喺我哋餐飲有生意，都能夠以親民嘅角度去優惠顧客。守舊初心是老廣廚師必備的殺手鐧。疫情控制趨向穩定，民眾生產生活回歸正常，梁冠宏的餐飲生意逐漸興旺起來。但他依然不敢鬆懈，餐飲一旦出現疲憊期，很容易就此走下坡路。先知先覺的梁冠宏覺得需趕在顧客厭倦前對餐品進行創新升級，否則將無法熬過寒冬。5月下旬，粵北山區陰雨連綿，對於山民來說，雨水天意味着一切農活進入停工模式。
有的又落太水哟，赶太个水耶。这场停不下来的龙舟雨，给小深村的李月香增添了不少焦虑。喂，阿你食飯啊？冇家你落水啊？哦，前最明落水啊，冇靠落太水哟。唔落太水咧，嗌你話是滑散法咯。對面走嘅唔落水，嗌滑散法，薄能本件事哈。是得散法同過後水溝嘅。李月香口中的蝉花，也称为蝉菌、蝉蛹草，是一种外形具有动物和植物形态特征的奇妙生物。蝉花的根是蝉的幼虫体，花是从蝉幼虫头部生长出来的菌，约3到4厘米长，从顶端分枝开花，花粉为乳黄色。蝉花对龙川细澳的山民来说，是可遇不可求的看家宝物，有散风热、镇惊、明目、提高免疫力等功效。半蝉半花的蝉花1年仅出现1次，且要在端午前后采摘。太早了没出土，太迟了会老化腐烂。这种奇妙的生物究竟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形成的呢？有小姐走啊，是滑散法咯。好，今天天气好啊，上山滑散法啊。雨过天晴，龙川县小深村的村民早早的就踏出了家门，往山林的方向走去。去滑散法要走3里到4里公里路哦，要不是早啊，别人都挖光了，要早一点才是早上挖到晚上才回来呀，中午都不回来吃饭的。李月香是土生土长的小深村人，老伴儿、儿子、孙子都生活在深圳，唯独他因为离不开这里的山山水水，5年前独自回到了小深村。在家里空是好的，太丧尸的很无聊的。家里又有散花滑，又有竹笋花，又有小工作，因为冇咁无聊的。李月香领着姐妹们步行了30分钟，他们是今天最早上山的采花人。滑散花主要呢就要靠眼力，热的时候呢爬回来看那里呢，后边有点冲冲的爬回来看。如果喺圈生出来的花就唔同，喺散花爬出来就看得出来的。蝉花的形成是蝉的幼虫在蝉羽化前被虫草菌感染寄生，当气候环境适宜时，吸收虫体的营养转化成菌丝体，最终虫体被菌丝体完全占据，而只剩下一个躯壳。万物复苏时节，菌丝体又从营养阶段逐渐转化为有性阶段，渐渐地从顶端开花分枝，故而得名蝉花。阿冇散花，你嘅困擾？冇啊，先爬都冇。麻风散花的就有毒呢。这种红色的呢，就是有毒的，不可以吃的，吃了就会晕人的这种，不可以吃的，千万不能挖这个。那也是帮啊。我睇佢做日正嘅話，哦，萬公啊，見到新嘅散花咧，很靚哦。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。李月香和伙伴們驚喜地發現了冒出了頭的小白菌。仲更有一把朵散花喎，好漂亮啊！镰刀是挖蝉花的主要工具，利用镰刀弯曲的刀体，一插一撬，蝉花躯体自然地离开依附的泥土，再用手缓慢地把蝉花从地里拔出。哎呀，這朵散花很亮哦，張散花是幾兩公嘅。端午節前後的天氣多不穩定，為了不辜負難得的放晴天，3個人從早上到下午幾乎沒有停歇。今個運勢唔錯，仲更有，閒花都有2、30朵，好靚嘅喲。
鱼就大个多呢，来大个少哦。要想长时间保存蝉花，唯一的方法是去除蝉花体内的水分。李月香采取的是上一辈传下来的老办法，先把炭烧透，待炭的明火熄灭后，利用炭灰的余温来烤蝉花，把蝉花放进特制的竹篓，盖上毛毯，烘烤2个小时。水分蒸发的同时，蝉花也增添了炭烤的香气。40到50吧，太高了会把那个蝉花吧全部烧掉，太低空的不好。奶奶，我回来啦！哦，香香龟了。有没有好吃的呀？有啊。我做的搓1天的。哦，搓1天了，很快，又鸡又矮。蝉花被誉为最古老的虫草，它的历史记载比冬虫夏草还要早800年。在小山村村民看来，只有土猪肉才配得起蝉花的清香。包鸡啊、包鸭啊就没有那么好吃。冬天就买回来的时候是包排骨的，排骨就清甜一点的。奶奶，伞花来啦！哦，奶奶知道你会回来耶，我抓了1天为你煲伞花汤喝，撒进去，吃了是很好睡觉的，很会长大的。喝多少碗喝3碗。哦，那么厉害呀1斤土猪肉配2两蝉花，加少许盐巴，慢炖2个小时，熬制出来的鲜汤沉淀着大自然的清香。喂，伞花汤来了，想不想吃啊？想。啊，奶奶倒一点给你先喝啊！来，干杯！啊，太甜了。啊，来，好甜哦。嘅散發嘅尾頭乾用喎。啊，這好似你這麼到幾時找，好難找哦。怎麼喊去山上走可以挖到20個？啊，你可以直接去玩了。蝉花是大自然神奇的产物，竹林、蝉、虫草菌缺一而不可有。世代靠山而居的客家人知其性，懂其味，用这种一虫一花的奇特食材滋养着一代又一代。依山而居的客家人用蝉花来吊一口鲜汤，傍海而筑的台山人用泥虫来拌一碗汤圆。这种滩涂中泥巴地里打滚的生物，倒是外貌粗黑下里巴人，却有不少细腻又别致的吃法，在老广的餐桌上由来已久。行啊，團來停啊！啊，好個靚女啊，行啊，去啊！來，早啲去啦。陈善珍是台山汶村镇横东村的外来媳妇。自从13年前加入村里的挖泥大军后，她便和泥巴打上了交道。今日出世啦，我哋去南邊，月尾呢就去北邊噶啦。今日呢就向南邊呢3到4個鐘頭挖嘅時間嘅啫。從水泥路到農田間，騎車加步行的路程共計40分鐘。珍姐要趕在潮水退至最低位前走進灘塗。自通地咪嗰啲鋤頭同桶啦。係啦，冇啦嚟啊！就桶啦，更加唔睇啲草就卡住隻手。台山市汶村镇背靠立峰山脉，面向浩瀚南海，优越的自然环境给当地人提供了丰富的物产资源。但最让汶村人眷恋和追崇的，莫过于生活在入海处滩涂下的虫子。它们外形粗陋，颜色黑褐，粗如食指，细似稻茎，拖着一条伸缩自如的尾巴，形似钉子，故又称为土钉、泥钉。这长相丑陋、动作笨钝的虫子，究竟如何吸睛，且竟能入口呢？
靠眼力咧，又要腰力咧。佢啲眼都冇噶啦，冇啊，不過冇發過第二個啦。眼力好是挖泥虫的第一要素，因为泥虫常年隐藏在泥土里，无论钻土而入还是破土而出，靠的都是火柴梗般的长尾巴。所以，能否凭着火眼金睛发现火柴梗般的小孔，就成了挖泥虫的關鍵。開始嗰陣時咧就好用力噶啦，咁未睇到窿之後咧，就慢慢跟住個窿去挖就得嘅。跟住挖一般都係80%都有噶啦。挖咧有時咧一般5公分到50公分咁上下都有噶啦。入邊有條咧，哎呦3條啊！視力、經驗、力氣缺一不可。想收穫一條小小的泥蟲，費老勁了。一天下來，運氣好的時候能挖到6、7斤，運氣不好時1、2斤也是常有的事。陳善珍說，現在村裡還在堅持挖蟲的人已經數不出10個。依家好多人咧做圍噶啦，攞嚟養好啦，養蝦養魚啦，留翻俾我哋灘塗捉泥蟲啲越來越少噶啦。喂，輸大啦，瞓啦，瞓啦，瞓啦，輸大啦，我有3、4斤啦，你哋挖咗幾對啊？起碼有斤2啦。泥蟲的生命力頑強，只要用濕泥巴把泥蟲包裹一下，挖出來的泥蟲還能存活1到2週。這種簡便的保鮮方式，極大地方便了食客們隨時享用。翻嚟首先洗淨啲泥蟲，搬嚟洗即係浸半個鐘頭到1個鐘頭個水先就可以反轉嚟㗎啦。佢唔浸咧，因為啱先挖上嚟嗰啲泥蟲咧，佢未包水咧，帶有脆性就冇辦法反得到㗎啦。用一根細小的鐵枝頂着泥蟲的頭部，將其往鐵棒方向翻轉，摘除內臟，清洗乾淨後，在太陽光底下把水分曬乾。這樣清理後的泥蟲能長時間的存放。細罐煲湯好鮮甜㗎，10斤咧洗9兩。珍姐，今日有幾多泥蟲啊？今日挖到5、6斤泥蟲啊！唉，今日泥蟲最肥㗎啦，趁住打電話叫你考慮下一次同我哋分享。今日啲泥蟲幾靚喎！係啊，今日泥蟲靚，係啊，今日除㗎。等我試一試先。係啦。幾爽好。係啊，好。今日搞翻呢個特色嘅菜，大家一齊分享好啊！好啊，唉，將個廚房交俾你啦。入秋後，泥蟲最是肥美。對於泥蟲的數種吃法，汶村人早已習以為常。但對於外地人而言，初聽到泥蟲湯圓時，難免瞠目結舌。要猜粉，依家好多人咧就喺市場買嘅半成品咧，就冰凍嘅翻嚟咧係達唔到嗰個口感，所以我汶川湯圓咧一定要現猜個粉咧現做。除了湯圓，蝦米、豬肝、瘦肉、蘿蔔絲、紫菜都是泥蟲鹹湯圓的主要佐料。最關鍵咧就要爆香啲蝦米，等啲鮮味出嚟，然後爆香啲瘦肉，再落啲蘿蔔絲落去，然後加啲水，等佢鮮味出嚟。一定啲水要滾先落湯圓，之後咧我哋落啲枝乾啊、紫菜啊。汶村人在製作泥蟲鹹湯圓時，泥蟲是從來不下鍋的。因為泥蟲咧佢係鮮脆，有啲餘溫咧佢就會即刻熟㗎啦。佢要保持泥蟲嘅脆度同埋個甜度，滾水一浸就可以熟㗎啦。只好一定要最5分鐘之內，咁你個口感咧就最鮮、最脆口、最靚嘅。泥蟲鹹湯圓，泥蟲浸粥水，泥蟲炒蘿蔔絲，生熟蒜蒸泥蟲，每一樣都是汶村人祖祖輩輩的摯愛，也是忘不了的台山味道。泥蟲醜雖醜矣，奈何小丑物有大擔當，
凭一己之力打下了台山的半壁美食江山。只需吃过一回，那堪比味精的鲜，便会长久萦绕在舌尖心頭。啊，真係好食啊！所有好嘅嘢咧，一定要好嘅食材先得，冇好嘅食材咧，點都假噶啦。珍姐，咪依家坐啲泥蟲好難坐啊！係啊，好難坐噶，依家又冇乜地方坐噶啦。依家啲人年紀大嗰啲咧，全部都係湊孫用唔去噶啦嚇，剩到後生嗰啲咧用唔去噶啦。台山人喜鲜，好味濃，食物選材向來重裡子輕面子。泥蟲長相雖醜，但營養價值高。只要能日啖泥蟲，不妨常做台山人。形容的就是以陳善珍為代表的愛蟲之人。當然，要論只要味蕾過癮，哪管食材美醜的話，怎能不提蘆洲島上的跑海人呢？春季的时候就天亮前好像是6点左右吧，夏季的时候应该是4、5点就出了。浪不是很大啊，我们可以抓螃蟹，还有抓那些墨鱼了啊。清晨，蘆洲岛上最年轻的跑海父子兵已身在海上。清明节将至，父子俩今天的目标是一种长相奇特的生物。今天的目标是虎斑乌贼，有难度了，因为我们那个镇江的拜祭祖先啊，要那个虎斑和乌贼，清明前就多一点，过了之后就很缺了。虽然很辛苦，但是收获还是不错的，比打工好得多了。好了，下完一。今年27岁的小黑是岛上的第5代渔民，刚刚下完。和父亲的埋头苦干相比，小黑的跑海方式更着重于分享。分享战利品，分享美图美景，分享收获心得。马上开啦，第2包网啊！我希望那个墨鱼满载而归，还有那个螃蟹啊，越多越好。上货了啊，上了一个3点蟹。哎，哈哈哈！慢点，帮忙那个，可以吧？哈哈，哎，运气还是不错的。今天有收获了，有了4只了啊！还算不错吧，捞了几只，差不多照这种价格也有几百块在里面，还算运气好。小黑捕捞到的墨鱼学名叫虎斑乌贼，洞部呈盾形，洞背具有虎斑纹，口腔藏在头顶上，口的周围有8条腕。还有2条长长的触腕。大的虎斑乌贼有将近10斤，遇到敌人时会喷射墨汁，趁浑浊污水而伺机逃离。在湛江，墨鱼是清明祭拜的必需品，用原汁墨鱼祭拜祖先，祖先会保佑子孙后代肚装墨水，学业有成。在老广的食谱里，墨鱼的吃法五花八门。墨鱼切花后白灼蘸芥末，热油猛火爆炒墨鱼片，原汁墨鱼下锅卤水，都是老广最为家常的做法。近年来，粤菜大厨物尽其用，将墨鱼汁融入粤菜，创作出吸引眼球的黑暗料理：墨汁豆腐、墨汁炒饭、墨汁烩墨鱼片等。清明节后，虎斑乌贼远游外海，休渔期也如期而至。小黑的谋生区域只能转战近海，一只鱼叉，一把手电筒，一个浮水胶箱，加上一幅自制的潜水镜，就是小黑成套的问食工具。来潜那个乌沙参，每年的那个5、6月份就是那个乌沙参就比较肥美的时候。我那个潮水适合抓了就下去抓，有的时候晚上也可以，有的时候是5、6点，哪个要看那个水清晰度吧。前面1公里的礁石浅滩
是小黑最熟悉的地盘。虽是浅滩，但风险却无处不在。吸一口气，前1分钟，如此反复，体力消耗得极快，肌肉因疲惫而抽搐，也是时有出现的状况。有水的时候突然间抽筋，就是不敢动，2个脚趾嘛就打在一块，就动不了，一踢就痛，一踢就痛。有的一个比较浅的地方，一边脚可以站了，就上来就游嘛，再松松那个筋骨就行了嘛。几乎没有借助任何的潜水工具，小黑开始在海域搜索目标，身后还拖着一个浮箱。乌沙参一般藏匿在海下2至4米的礁石底下，要找到它，就要像小黑这样肺部蓄氧，体力、眼力都要甚好才行。抓那个乌沙参的时候，就是它，因为它每次那个涨潮嘛，它就把那个嘴就伸出来，就看到鱼点，然后就拿手拿着那个参的嘴，直接就拉出来了。大部分都是在那个石缝的底下面。海参是中国人最早食用的海鲜之一，因为其全身长满肉刺，呈菜花状的嘴又硬又黑，而且沙多气腥，被不少人称之为恶心的食物。乌沙参是海参的一种，这种丑陋的食材自有其神奇之处。它遇到天敌偷袭时，会迅速地把体内的5脏6腑一股气喷射出来，瞬间给敌军提供大餐，然后自身借助排脏的反冲力逃得无影无踪。而大约50天左右，它又会长出一副新内脏。一浮一潜，以扫雷般的视线进行地毯式搜索。休渔期后的第1潜，收获还算惊喜。上岸后的小黑匆忙赶往表哥的海产店，打包冷藏是保持海参鲜度的有效方法。嗱，你喺成喎，佢要嘅話，要多計啊！就就一個朋友拖，你喺成5日都可以幾件啊？可以幾咯？哦，喺成種子娃都，種娃都。你呢個嘢喺頭半機啊？可以有開有開對對。在疫情的笼罩下，网络销售成了小黑和表哥的唯一出路。小黑每天跑海的渔获，绝大部分经网络销往外地。没想到，这反而比在当地的收入更可观一些。海参，这种被其他国家拒之门外的怪异食材，向来是老广家宴上的珍贵之品。葱爆海参、凉拌海参、海参蒸蛋，10个老广就有10种不同的烹饪方式。而在挠洲岛，渔民却通常用乌沙参焖鸭或炖鸡。来了，海参焖鸭来了啊！吃，快吃了。我高椒了吧？有啊。俾椒啊，矮鬼那个就是啊，海洋是人类的粮仓，那些来自海洋的慷慨馈赠，从外表到风味，每令我们惊叹，会情不自禁猜想，这一片深蓝里，究竟还隐藏着多少奇特的生物？要想得到海底世界的这一口鲜美，需要勤劳加勇气，技术加坚毅，才能换取。1年前，因为热爱赶海，勇气爆棚的黄贤栋放弃在深圳优渥的工作，回到故乡继承祖业，成了红海湾的新移民。不是每一次的放弃都能迎来新生。1年過去了，黃賢棟的漁民生活還好嗎？係。我落啲叫做高鐵啊，但同埋剩翻我哋高鐵。好啊，你聽落，得咩9年馬腳？
原來基礎啊，我做好而家可能就係一起咯，頭呢件事啊，嗱，彼此都係好。7月頭一周，新渔民黃賢棟和妻兒迎來了疫情後的第2次相聚，這距離上一次見面已整整2個月。是今天的漁獲，這個是海膽、石頭蟹，這個苦螺雖然長得醜，但是很鮮甜。沒有老婆的支持，我也不可能回來紅海灣趕海。去做吧，給你1年時間，不成再回深圳工作。這是妻子在2019年10月給黃賢棟的回復。在妻子的鼓勵下，黃賢棟放下了平面設計師的鼠標，轉身走回了祖輩的謀生之路——趕海。這邊資源豐富，我也喜歡做我自己的事業，拍視頻啊什麼的，把自己家鄉的美的一面，很好的一面，然後展示給外面的人看，然後讓更多的朋友來觀光旅遊。距離黃賢棟與妻子的1年之約還剩3個月，黃賢棟的漁民之路真的能順利走下去嗎？哎，到了，王醬。石板燒油斑仔，海蟹砂鍋粥，清水煮苦螺。在過去的10個月裡，黃賢棟除了熟悉趕海捕魚的技巧外，還在烹調海鮮上下了不少功夫。點啫？啥？即係香嘅會唔會啫？要啫。唔會吸金碟啊？我唔會啲啊。吸啲1年嘅時間，熬幾日10個月嘅，春暖過呢一陣飯。我感覺防海咧慢慢啊，想轉變為白行線嘅記憶，做成日做嘅功課咧會較難經定，但是時間還是唔適合創作嘅時候，靠家己啲盡力去做咯。啊，做幾做，如果實在無變咧，喺度做唔起咧天注定。我早有掛去導演來啊，伊困難去多看，我早多通去那點嘛。都做好了，不要害怕。哎，前面就是青鸟尾岛，我们平时赶海就在这附近，在那附近的话抓蛇鳗比较多一点。这个地方呢，就形式有2個船槳加1個泡沫板改造而成的遊船，是黃賢棟回鄉後的謀生工具。由於跨海的流域水淺石頭多，當地漁民到青鳥魚島趕海，幾乎都依靠這種 DIY 遊船。蛇鳗呢，它喜歡在晚上才出來覓食。今天晚上的話，大概6點多我們才放地籠。啊，我們先過去那個點看一下啊，走。裝捕蛇鳗需要耐性和運氣，2者缺一不可。等待是登島之後的第1步，退潮期下籠，漲潮期收籠是慣有的裝捕技巧。這個是沙丁魚啊，這是引誘那個蛇鳗的，從這個洞口進去，搞個3、4條的，5、6條都 OK。這個東西一定要搞緊它，不然的話它鬆了，然後那個蛇鳗它就跑掉了。然後我去放給你們看。那個地籠就投在這種黑黑的地方，看不到底的，然後投下去，就這樣，讓它進水。慢慢的，這個留在這裡就行了。看一下有沒有在那個礁石中間。好，等1個多鐘，看一下傷了，我們再掛手，好吧？黃賢棟口中的蛇鳗，學名叫游錐。蛇鳗喜棲息於岩礁的洞穴和縫隙中，以食無脊椎動物為生，日間多會躲在石隙中。只有晚上才會出來活動。游錐生性兇惡，一旦被擾，即會馬上還擊。我們今天看一下有什麼收穫，剛抓了幾隻螃蟹，然後我們等會搞個粥。我看一下，哇，好重，估計這個有了。
哇，一只，哇，哎，不错，那条挺大的。哎，这条有，估计有8、9条了。小的怎么处理？小的扔掉喽。扔掉。小的那个半生了，只能半生了。大的我们就拿去煮。晚上清蒸还是红烧？你们喜欢红烧也行，清蒸也行。清蒸嘛。在红海湾烹煮蛇鳗最传统的方式是砂锅焖焗。蛇鳗的处理方式简单粗暴，一把盐巴撒下去，就能让蛇鳗不停翻滚，以此去除其皮脂黏膜。为了防止被咬伤，得先去头，再斩件。当地人会加上生粉、酱油搅拌均匀，下油锅让表皮炸至酥脆后起锅。另一边把备好的五花肉、姜、葱、蒜和辣椒爆香，待五花肉的肥膘油脂爆出后，即下蛇鳗和花生翻炒。与此同时，还得把砂锅烧热，把焖煮好的蛇鳗放进砂锅焗上3分钟。经历炸、炒、焖3个环节后，红海湾酱香焖蛇鳗正式出炉。这个我们当地最常吃的一种方法，就是花生跟那个五花肉一起去焖煮。这个呢就是生焖油锥，这个是清蒸油锥，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味道怎样啊？好嫩，好嫩是吧？今天都辛苦了，大家，赶海都不容易，大家都辛苦身体健康。亲身体验赶海的乐趣，品尝自己打捞回来的战利品，是黄贤栋这份海上导游工作的广告语，也是他开创的另一种谋生方式。你9點票？9點吧。好吧。我過去。不要，聽媽媽來的咩？尊重是最好的成就，不管1年之约结果如何，妻子都已下定决心，默默支持黄贤栋的所有决定。要好啊，你加油啊！哎，好好的，跟爸爸再见。再见，爸爸再见。真正的美食家，从不过度注重食物的颜值，因为那样极有可能与美味失之交臂。真正领悟了何谓化丑陋为神奇的，是梁冠宏、李月香、珍姐、小黑，还有黄贤栋这样的平常人。他们用一颗热爱生活的心，一双创意无穷的手，让各种原本难入法眼的食材脱胎换骨，拥有了令人一品难忘的滋味，最终演绎出餐桌文化的独特一面。食不可貌相。广东卫视美好生活倡导者。